刚回国的我当着警察的面就枪杀了4名大汉，武警官兵就把我团团围住，带队警官拿枪顶着我的脑袋，身体却瑟瑟发抖，只因我随手就掏出一本红色小本本，上面写着中央军委办公厅持枪许可证。妈的，还是国内的东西好吃，那些外国人的东西简直就是垃圾，人垃圾，国家垃圾，吃的东西更是垃圾。杨洛放下筷子，在身上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10块钱扔在桌子上。别人不知道这沉闷的声音是什么，但是他知道那是枪声，而且还是 AK 点射状态的声音。枪声就来自对面的银行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警察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。枪声响起不到3分钟，几辆警车就已经赶到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，马上放下枪出来投降，顽抗到底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的政策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只要不伤害人质，一定会给你们宽大处理。妈的，狙击手来没来？刚说完，大批的武警还有狙击手赶到。当狙击手已经各就各位后，刚刚的指挥民警也有了底气，拿起丢在不远处的喇叭继续喊话：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千万不要伤害人质。妈的，死警察听好了，给我们准备1辆车，不要耍花样，不然我会杀人质。没问题，只要你们不伤害人质，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们。狙击手准备，注意歹徒人数，行动要一致，确保一击必杀。明白。银行大门打开，4名头戴黑色头罩的匪徒走了出来，4个人劫持2名人质，2个人一组分别躲在人质身后，其中1个人手上拿着一把 AK， 两外3个人手上拿着54，枪口死死顶在人质脑袋上。当杨洛见到1名女人质的时候一愣，妈的，还真是何处不相逢，居然是被阴爻。1号狙击手报告，无法锁定目标。2号狙击手报告，无法锁定目标。妈的，死警察居然敢耍我们，老子先杀了他！拿着 AK 那名匪徒有点恼羞成怒的向后退了一步，指着被阴爻的脑。杨洛看见被阴爻，眼神充满恐惧与绝望，心里不禁一颤，脑海中出现一个美丽的身影，耳边响起哭泣的声音：杨洛，救我！哈哈哈，臭当兵的，反正老子也是死，今天我就杀了你女人，让你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！不要！一声大喊，突然闯进警戒线，旁边警戒的警察一把没拦住，看见突然闯进来的人，不管是警察还是武警，全都傻了眼。杨洛直接掏出一把军用90-20手枪，杨洛身体腾空而起，跃向后面那2名匪徒左侧。又是一声枪响，4名匪徒脑袋上先后差不多同时爆起一点血花，又同时倒在地上。太快了，杨洛闯进去到匪徒被击毙倒在上不到2秒钟。那些警察还有武警看见杨洛扶起被阴爻才反应过来，快速跑过去用枪指着他：把枪放下！天哪，他居然开枪了！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手上怎么会有枪？3声枪响，4具尸体。你没事吧？谢谢你救了我。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可以来找我。你他妈的谁呀？你真不知道刚才开枪很危险，要是伤害到人质怎么办？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质已经安全，匪徒已被击毙，你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同志，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。我要你的军官证。同志，我没有军官证，只有身份证。再说，你看我像是军人吗？我的职业是流氓。举起手来！警察了不起啊！不要忘了，我可是救了人质，是见义勇为的英雄。你他妈的还英雄呢？看看你这德行，连流氓都算不上，顶多也就是一盲流。你是说我这个样子不像流氓？科长，我看这小子精神有问题，看来我还得改变一下形象。同志，请把你的枪交出来。我为什么要交枪啊？妈的，死胖子，千万不要和一个职业流氓动手，不然你会遭到打击报复的。胖子用尽浑身力气想要挣脱，可杨洛那看起来并不强壮的臂膀就像生了根一动不动。旁边一名警员见到自己科长被劫持，把枪死死顶在杨洛脑袋上。快点放开我们科长，不然我开枪了。你不就是怀疑枪的来历吗？这是持枪证。中央军委办公厅持枪证，面前这个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枪不但是合法的，而且他可以对一切有问题的目标开枪而不用负法律责任，就是最后证明他所枪杀的目标是无辜的，也必须要中央军委职能部门来处理，其他一切权力部门无权干涉。警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哥们再见，有时间兄弟一定会去拜码头。科长，他给你看的那个证件不会是假的吧？我他妈的干警察这么多年，难道连真假都看不出来？一枪2命，应该是钢芯子弹，不然没有这么大穿透力，尤其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精准的判断力还有开枪的速度让我很佩服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没有军官证却配枪，还有中央军委签发的持枪证，这只有一个可能，这个家伙曾经是军人，而且身份还很特殊那种，一定掌握着很多秘密，这枪应该是给他防身的。通知大伙现场处理干净收队吧。此时京城一处守卫森严的大院，别墅1楼大厅坐着几个人，
除了一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和一名40多岁但非常漂亮的中年女人之外，全都穿着军装，无论男女，看他们的军衔最小也是大小。雅欣，杨洛不会有事的，这么多年他在哪，我们不都是知道吗？雅欣就是杨洛的母亲杨雅欣，而这名少将就是他的老子池建军。嫂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他在基层当兵，哪一年军区大比武不是冠军，后来去了那里，哪一次不是完美的完成任务？就是中央有重大会议和活动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主席、总理点名让他带队安保？他身手这么好，不去霍霍别人就谢天谢地了。一提起杨洛在部队，全场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沉重。施琦的死对这小子打击很大，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选择退伍出国留学的。施琦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不管是谁亲眼见到自己女朋友被匪徒杀害，都会受不了。以小洛的身手，那个匪徒怎么会有机会开枪呢？就是因为小洛太在乎施琦，所以他犹豫了，很怕伤害到他。就在那0点几秒的时间，匪徒开了枪。不说这个了，当时出国前他说要当个职业流氓，跑遍天下美女，你们不是让我安排人盯着他吗？这小子在国外接触的女人确实不少，而且每个女人都很漂亮，可这些女人一旦提出和他同居的时候，这小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在国外的同学给我说，小洛在哈佛半年就读完了经济学博士学位，但到最后他没等到拿那个博士学位证书就转去医学院，到了医学院8个月，成为了国际最有名的心脏外科瓦特博士的学生。就在1年半前，他自己主刀做了一例震惊全世界的心脏移植手术，这个手术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，手术用时不到120分钟，也就是2个小时。这个手术的全过程已经被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医学院摆在了课堂上，成为了教科书。这小子可以说是一夜成名，世界上10几家著名的医疗机构向他伸出橄榄枝，就连美国的梅奥诊所都开出了年薪1000万的薪金聘请他。可这小子在做完手术后失踪了。小洛智商真的很可怕，但就是没有长性，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。这小子干什么都是因为好奇还有兴趣，一旦他的好奇心满足了，也就没有了兴趣，所以他才会半途而废。他对当流氓兴趣不减，可就是不合格。这时大厅的门打开，进来一位穿着僵服的华发老者，笔直的身躯散发着无形气势，眼神透着凌厉的光芒。爸，你回来了！你们居然都在，是不是在谈论杨洛那个小混蛋？是啊，爸，这小子今天凌晨在汉城机场失踪，嫂子正在担心呢。不用担心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在哪？上海。这小子刚到上海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什么大事？石浩元开心一笑，把杨洛在上海发生的事情给大伙说了一遍。我把这小子抓回来，弄到我们军区总医院。二哥你就省省吧，他能跟你去才怪呢。你把他弄到医院干什么？去当保安？池建国把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也讲了一遍。石浩元哈哈大笑，不愧是我池浩元的孙子，就是有本事。你就不要再夸他了，还是想想给他安排个正经的事情做，不要总是在外面乱晃。我已经安排了，让他去公安部门待一段时间，等过一段日子再把他调回部队，就是不知道这小子愿不愿意回去。是啊，施琦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。吃饭去吧，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这丫的破电视扔了算了。我操！谁他妈的这么缺德，砸到人怎么办？不对，肯定是你这个死小子干的。操，这么快就找来了。冯坤，你他妈的怎么找到我的？找你杨少还不容易，刚才掉下去的那台电视一定是你丫干的吧？我就知道这样缺德的事情别人干不出来，差点没砸死我。你他妈的小时候少干了，说吧，找我干什么？你家老爷子让我来的，让你去当几天公差。老爷子已经亲自打了招呼，明天就去看看吧。我叫杨洛，一个不专业的专业流氓特种兵，别人也叫我生死法官。法官不小刀肚。你现在在我老爷子手下当差。自从你当兵走了之后，我们这些兄弟也就散了。和你一样当兵的也有，上大学的也有，经商的也有，而我能到你家老爷子手下当差，还多亏小时候你教给我的那些东西，是你家老爷子亲自找到我家老头，我要去的。我们兄弟有多少年没见了？你17岁当兵走了就没再见过了，好像有6年了吧？是7年，施琦也走了3年了。时间过得还真快，都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应该振作起来了。要是施琦姐在天有灵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心里也会难过的。我想她也不希望你如此的消沉下去。谁说老子消沉？这么多年我周游世界，泡遍天下美女，当了职业流氓。就你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们兄弟都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出去喝点吧。好，今天不醉不归。
兄弟的车怎么样？凑合。我就知道你丫会这么说。上车，我知道一家酒吧环境很不错，而且那里晚上有很多美女聚集。这个地方好，我就对美女有兴趣。希望你今天能告别处男，不要只是嘴上说说。来2杯伏特加，不要加任何东西。冯哥的规矩我知道。小妹妹，直接来瓶，杯不要了。杨少上来就吹是吧？兄弟今天就豁出去了。2个家伙狠狠撞了一下椅子，拿着整瓶伏特加往嘴里灌，2人一瓶接着一瓶。没一会，这2个家伙正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贝姐，你认识他？认识。那就好办了，这个人你就负责送他回家吧。另一个是我老板的朋友，等他回来就让他送回去。贝英瑶把车开出一段距离后，突然想起还不知道这个家伙住哪呢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想把他弄醒也不可能。心里一直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才发现他已经到家了。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你的身上一定有很多故事吧？是谁？我是你今天在银行救的那个人。他到底经历过什么？身上有那么多的伤痕，而且在如此熟睡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样的警惕，不是军人，不是警察，却合法拥有枪支，还真是个谜一样的男人。贝英瑶把杨洛放到床上躺好，给他盖上被子之后走了出来，躺在沙发上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凌晨2点，但他一点睡意也没有，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着。小姨，快开门啊！这个小丫头从来都不带钥匙。走到门边打开门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刚想把门关上，彤彤已经挤了进来。小姨，我还没进来呢，你关什么门啊？彤彤，你能不能出去一下？小姨，我怎么感觉到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？屋里不会常做过男人吧？死丫头，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。死丫头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看看你房间有没有男人。小姨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急什么啊？我以为你终于开窍，给我找了个小姨夫呢。看来外公外婆还得为你的终身大事操心下去。看见什么了吗？小姨，我本来是找你逛街的，突然想起你还要上班，所以我自己去了，拜拜。此时贝英瑶回到自己房间，就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，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谢谢。杨少，兄弟实在佩服，连那个女人你都能征服。冯坤还想再说，可看见杨洛脸上的笑容时，不自禁打了个冷战，急忙在床上站起身。大哥，这绝对不是兄弟故意的，我昨晚也喝多了，也是别人送回去的，这你绝对不能怪我。今天打算干什么？和你一起去建功。我不想去。我可告诉你，公安局漂亮的女警可很多，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绝对养眼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你丫的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职业流氓，可每次到了正经时候就退缩。希望你这次能找个女警花把处男解决了。操，你瞧不起老子！告诉你，我的处男在几年前就解决了。还有昨天晚上，我把那个妞弄得欲仙欲死。哥哥，说句心里话，你要不说我还真以为你把那个有名的冰美人给祸害了。可现在我不信了，对你我太了解了，说出来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。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你去哪？去建功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行，把你的档案拿着，不然人家知道你是谁啊。去哪个部门？刑警队。还可以。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江强正在办公室，昨天他就接到局长亲自打来电话，说有一名新人今天来报道。什么人能让局长亲自过问呢？昨天一直想到现在，我也没想出个谁，那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这个新人来头不小，或者是局长亲戚了。上班时间都过了2个多小时了，这个家伙架子还真大。刚想到这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江强调整了一下坐姿，笔直的坐好。不管怎么说，对方很有可能是局座大人的亲戚，怎么也得留下的好印象，到时能为他美言几句，那可是受用无穷。进来吧。哟，您就是队长吧？久仰久仰。这他妈的哪像个警察啊，纯一个流氓！你就是杨洛。正是在下，正是在下。你的档案呢？在这里。江强看着杨洛脸上的笑容，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。强自压下心里的不满，接过档案一看，愣住了，里面除了名字、籍贯、出生年月日，成分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你的档案？对，绝对差不了。小杨啊，你的职务已经安排好了，一会你就去刑警支队报到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服从您的安排。谁教你敬礼用左手？我看电视上敬礼都是这样，也没注意是左手还是右手。你可以去报到了。妈的，看老子不把你们玩死！江强见到杨洛出去，实在感到憋屈，拨通了局长的电话，只响了2声，电话就被接通。江强，什么事？我说局长大人，我的亲爹你是我爷爷，你怎么把这样一个人弄到我这里来了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？局座大人，你告诉我他到底什么人？到底是不是你的亲戚？这家伙哪像警察啊，纯一痞子。还有他的档案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江强，我告诉你，这小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他的背景很深。还有，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骗了，他很不简单。
以后你会明白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关于他的一切，你不要和任何人说。韩局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我还有个会先挂了。江强慢慢放下电话，还不死心，拿起杨洛的档案，在电脑里输入他的名字、籍贯、出生年月日。当电脑屏幕上显示 SS 级机密提示框时，眼角一阵狂跳。SS 级保密级别，这是什么概念？除了国家那么几位领导人是 SSS 级，SS 级的就是国家一些军区司令、国安局、特工之类的大人物。过了好一会，江强才喘过一口气来，闭上眼睛，靠在椅子上一阵胡思乱想。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大行动？派杨洛来卧底的，应该也不可能。要是真有什么大事发生，韩局不会不提醒我。现在我倒希望这小子是来这里混吃等死的二世祖了。杨洛打车来到刑警队，来到中队长办公室门外敲了敲门。进来。杨洛走了进去，刑警中队中队长魏勇正在等着他。见到杨洛，客气地站起身。杨洛同志，欢迎你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要互相关照。您客气了。命案必有真相，罪人必当服诛。我叫杨洛，是大夏特种兵，更是逃匿者阴霾下的地府判官。各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新来的同事。来新人了，以后跟着我吧。不行，杨洛，他叫谭龙，我们都叫他暴龙，以后就让他带着你吧。我再给你介绍其他同事，这是小刘，这是小赵，这位警花可是我们上海公安部门第一美女王彤。你好，我叫杨洛，以后请师姐多多关照。王彤看着杨洛并不帅气的脸，发现他的笑容带着一丝邪气，但却拥有一种奇异的魅力，正应了一句话：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对于王彤来说，追求他的人要是站成排能排出几公里，每个人都是道貌岸然，衣冠楚楚。现在见到杨洛那种坏笑、流里流气的样子，倒是充满了好感。你好，以后大家就是同事，可以互相照顾。杨洛啊，王彤的追求者能有一个是你小子，可要努力。喂，对，是不是想我晚上去找嫂子聊聊啊？杨洛，你的位子在那，我还有些文件要处理。原来这家伙是妻管严，以后有机会得去拜访拜访，省得以后这丫的给我穿小鞋。工位我提前帮你收拾好了，你可以坐下来工作了。不过我们刑警队没有案子，也没什么事情做。这个椅子坐着蛮舒服的。这个时候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傻了眼，尤其是那些男人，一脸羡慕地看着杨洛。平时王彤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，今天却帮这小子收拾办公桌。早晚有你做够的一天。海怡别墅小区发生命案，马上出警。办公室里十几个人急忙站起身向外跑去。今天让你看看我谭神探是怎么破案的。杨洛，不要听他的，第一次见到死人会不适应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在外面等着。师姐让我跟着你吧，有你在我就不怕了。你就跟着我吧。杨洛低头贼贼一笑，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冷哼。这个家伙叫刘世杰，刚才他和王彤说话的时候，这个家伙对他就不友善。你他妈的哼个毛！小子离王彤远点，也不看看你那个德行。小子，你他妈的给我听好了，老子还就不信这些。王彤我一定会把他击了的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谁他妈知道你是哪个婊子裤裆里钻出来的？杨洛的声音很大，前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全部都看着他们。一点素质没有，就你这样的人还能当警察？我会向我父亲反映这个情况，把你这种人清理出警察队伍。什么叫没有素质？男人就要活得洒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像你这种仗着家里全是到处招摇撞骗的傻叉，最让我杨洛瞧不起。你说谁傻叉？难道这里还有第二个人吗？妈的，一个小喽啰跟我斗，还早着呢。王彤，你这个臭娘们，老子为了你才穿上这身狗皮，你他妈的居然对我不理不睬，等老子把你击了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你刚来不知道，他爸爸是副市长，以后不要去招惹他。能让我杨洛害怕的人，这个世上还没有出生。还有什么？他老子是市长，那是他老子，跟他有关系吗？他说让我离你远点，你是他的。如果按照他的逻辑，谁权势大谁能娶你，那娶你的不应该是他，而是他老子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不和他老子争，让他把你这个小妈领回家吧。666，你是演都不演了，兄弟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好，等着瞧。杨洛挑衅的一把搂住王彤的腰往外走，猝不及防之下，王彤一声尖叫，想要挣开杨洛的搂着他的胳膊，可是那条胳膊就像一把大号铁钳，无论他怎么挣扎，一动不动。杨洛，快点放开我，不然以后我不再理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杨洛，我可真的生气了，快点放开我。看着杨洛搂着王彤往外走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。妈的，王彤居然没有发火，还真是奇迹。快点走吧。刘世杰阴沉着脸跟在后面，看来这小子在这里根本没什么人缘。王彤挣扎不开，后来也就不再挣扎，任由他搂着。还在生气呢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刘世杰死心，省得他再骚扰你。暴龙，快开你的车。大小姐，杨洛这小子惹你老人家生气，可与我没有关系。少废话，开车。李所长怎么样？发现什么没有？老魏，
死者是女性，叫曲凤霞，32岁，单身，是被利器割断咽喉大动脉死亡，墙上有个血手印，我估计是凶手杀完人后太慌张，不小心留下来的。还有什么？案发现场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我怀疑是劫财害命。死者在2楼，上了2楼，来到案发现场。死者穿着睡衣，浑身是血的躺在床上，整个房间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。在死者床边的墙上有一个手印，5个手指指纹清晰可见。法医来没有？还没来呢，我估计也快了。是谁发现报的警？是死者的邻居，每天早上他们2个都出去跑步。今天死者邻居来找他，按了半天门铃没有开门，以为有事情不在家，所以就回去了。等到下午1点的时候，死者邻居才感觉到不对劲，因为他们跑步风雨不误，就是有事情也会打电话通知他。当他再来的时候也没有敲开门，然后就报了警。这么漂亮就死了，还真是红颜薄命啊！哼，你小子胆子也挺大的。有师姐在我就不害怕。行了，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兄弟小时候就有个愿望，当个职业流氓，泡遍天下美女。那你小子泡几个了？没有100也有80了，而且大多都是外国妞。你就吹吧，反正也死不了人。你还不信？我告诉你，哥们前天才在泡菜国回来，在那里待了3个月，泡了个泡菜国的妞。彤彤，不要和这种流氓生气。不知道，有这时间你还是查查线索吧。这个案子根本不用查，很明显是凶手谋财害命，墙上血手印一定是凶手留下来的，把指纹踩回去就能抓到凶手。草包就是草包，妈的猪就是穿上衣服也是一头猪，永远也变不成人。你说什么？有能耐你把案破了。不用10分钟我能把案破了，但是你要当我女朋友。小流氓就是小流氓，我刚才已经把案子分析一遍了，你不会再重复一遍吧？怎么样，兄弟，可不要把话说大了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吃点亏当你男朋友，这还不是一样？不行，这样吧，你要是在10分钟内破不了案，罚你天天收拾办公室。成交。杨洛走到尸体边，用手摸了摸死者的血，看血液干枯的颜色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今天早上3点到4点之间。死者和凶手认识，而且还非常熟悉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凶手应该是个女人。在凶案现场的我，对着警花叫了句老婆，就成功用10分钟找出作案嫌疑人。所有警员都亚麻呆住，迫切询问破案依据缘由。看血液干枯的颜色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今天早上3点到4点之间。死者和凶手认识，而且还非常熟悉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凶手应该是个女人。墙上的血手印明显是男人的，你却说是女人，真是好笑。也不知道你是哪个警校毕业的。我说你是猪，还真是一点不假。你把手贴在墙上，看看能留下什么。刘世杰没有照做，谭龙好奇的把手印在墙上，刚开始没有看出什么，过了一会，咦了一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血手印是假的，是凶手故意留下来的。谭龙，你说说看。队长，你看看，手掌贴在墙上之后，大拇指只能印上一半，根本就不可能留下指纹。你怎么知道凶手是女的呢？而且死者和凶手还非常熟悉。3点到4点，天刚刚亮。要是你会不会穿着睡衣见一个并不熟悉的人？而且现场并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，很明显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。有道理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追查凶手？不用追查，凶手已经呼之欲出。是谁？现在在哪？马上把死者的邻居，也就是报案的这个人控制起来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魏勇也不再犹豫，马上命令李所长带着谭龙去抓人。时间不长，谭龙跑了回来。队长，没有找到人，可能已经跑了。马上封锁各个交通路口，尤其是汽车站、火车站、机场，派人严加盘查。你是老警察，怎么这么大意？报案人是第一个接触现场的，你居然没有把他控制起来。这个怪我，嫌疑人和死者年纪差不多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当时她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的心一软，就让她在外面等着录口供。杨洛看了一眼刘世杰，不置可否地说道：这个世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尤其是情杀。听见杨洛的话，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刘世杰身体轻轻一颤。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你要陪着我去吃饭，来庆祝我第一次破案成功。说完也不管王彤同意不同意，搂着他就走。杨洛，你把我放开！不放！你这个无赖！刘世杰盯着杨洛的背影，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，阴沉着脸，眼里阴毒的目光越来越浓烈。没想到我捡了个宝贝，真的神速破案。这小子思维还有分析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，要是我们即使是破案也得一段时间。妈的，这小子脑袋是怎么长的？只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么多问题。路上堵车，实在对不起。老陆不用验尸了。怎么了？案子破了啊？这么快？行了，我们收队吧。谭龙打电话给殡仪馆，让他们来把尸体拉走，然后查查死者有没有亲人朋友，通知他们。好的，长官马上办。小童去哪里吃饭？干嘛啊？不要叫得这么亲热。
你现在可是我女朋友，不这么叫怎么叫？谁答应做你女朋友了？喂，不带这样玩赖的，那么多人都听见，你怎么能不承认呢？反正我没答应，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老婆，我们去哪吃饭？杨洛，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下车。好的，老婆，我现在立马闭嘴2秒半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请我吃饭，那就去丽思卡尔顿酒店。杨洛对魔都并不熟悉，也不知道是这个丽思卡尔顿酒店有多大。当他在王彤指引下来到丽思卡尔顿的时候，傻了眼，偷偷摸了一下兜里仅有的10几块，嘿嘿笑着。小童，我们换一家吧，这里的东西一定不好吃。我就喜欢吃这里的东西。说完往里走，在走的一瞬间，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。看见杨洛吃瘪，心里那个解气。让你这个混蛋占我便宜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王彤走到电梯口，回头看见杨洛磨磨蹭蹭的一点一点往里走，强忍着笑意。杨洛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是没有钱，我可以请你。不就是一顿饭吗？我还请得起。两个人坐着电梯来到52楼大厅，一名漂亮的服务员急忙走过来迎接。小姐，你几位？是用餐还是住宿？2位，用餐，去58楼室外餐厅。好的，我带你们去。这个地方真不错。我让你笑，一会我就让你哭。先生、小姐，请问吃点什么？澳洲龙虾1只，极品鲍鱼4只，赤身三文鱼，祖安鱼刺，三宝燕窝羹，最后再来一份俄罗斯黑鱼子酱。王彤每念一道菜名，杨洛心里就是一颤。等他念完，脸上冒出一层汗珠。让你这个混蛋占我便宜，今天我要吃掉你1年薪水。请问还喝点什么吗？不喝，你没看见他穿着警服吗？一会还有任务，喝酒会犯错误的。他说的对，我们一会还有任务，白酒啤酒就不喝了，来一瓶82年的拉菲。好的，2位稍等。杨洛用手捂着脸，透过指缝看着王彤。这个女人在他心里已经不再那么漂亮可爱了，简直是个魔鬼。心里一阵呻吟，这个妞在整他可又毫无办法。师姐，我肚子有点不好受，先去厕所，你自己先吃着。正好我也想去洗手间，一起去吧。看着杨洛僵硬的身体，走啊，你肚子不是不舒服吗？喂，冯坤，你丫的在哪？我在吃饭。操，还吃个毛啊！我和一位美女在丽思卡尔露天餐厅，过来一起吃吧。老大，你真是英明神武，和美女吃饭还能想到我，等我马上就到。妈的，终于找到付钱的了。杨洛，你想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啊？就打了个电话，连1分钟还没到呢。快点回去吧，我都饿了。这个混蛋不是被我刺激过头，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吧？刚才还要死不活的，现在怎么这么精神？还真是奇怪了。不错，这红酒可以啊。老婆够不够喝？要不要打包几瓶带回家？不用了，我看你多半是疯了。来，小童，我们干一杯，庆祝我第1天上班就破案，也庆祝你找到了我这么英俊潇洒男朋友。没见过你那么自恋的。你不懂了吧？这不叫自恋，这叫自信。王彤一撇嘴，没再搭理他。杨洛也不再说话，瞄准龙虾就是一阵猛吃，嘴里还一阵大呼小叫。好吃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吃。小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看看全叫我吃了。我不怎么饿，你自己吃吧。说完，看看桌子上的菜，感觉到了后悔。这得多少钱啊？最后暗暗下定决心，便宜这个混蛋了。一会自己先把账结了吧，不然这个混蛋真得喝1年西北风。吃饱了，那个狗日的怎么还没来？刚说完，身后传来一个极度萎缩的声音：老大，兄弟我来了。身为5星上将的贴身亲卫，却要帮小小的痞子警察付69800的用餐费，而亲卫也只能自认。你怎么才来？你嫂子说饿了，我们就先吃了点。啊，嫂子，我们先走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你们走吧。今天可大饱口福了，老大就是老大，泡妞都这么奢侈，喝酒都是82年的拉菲。正当他吃得兴奋的时候，服务员走了过来。先生，这是账单，您是吃完结账还是现在结？刚才他们没结账。那位先生说您结账。怎么就不长记性？小时候被这个混蛋算计多少回，还他妈的上当。多少钱？一共是69800。刷卡吧。先生您稍等，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天塌了我的老婆本啊！就这样没了7万块。杨洛这个混蛋泡妞，居然让我买单。你就这样把你朋友给扔在那了？没事，这丫的很有钱，一顿饭钱不伤筋不动骨。也就你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情来。什么叫缺德呀？能省点就省点，将来好娶你。我问你，你身上有多少钱要请我吃饭？就这么多，你数数吧。王彤接到手里一看，加在一起才16块7毛钱。你不会想请我去吃拉面吧？对，这钱怎么够我们2个吃得饱饱的？那你还让我选地方？我这是尊重女士，当然得问问你的意见。原来你去厕所就是给那个冤大头打电话，我估计现在他想自杀的想法都有了。从小到大他已经扮过很多次这样的角色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他的承受能力。还有这丫的真的很有钱，年薪都过100万，一顿饭钱对他来说是毛毛雨。王彤很想问他的朋友是干什么的，不过已经走进办公室，也就闭上了嘴。难道这对狗男女真的没有发生什么？谭龙来到杨洛办公桌前说道：
兄弟，你可是第一个能把王彤约出去吃饭的男人，难道没发生点什么？杨洛没有回答他，而是问道：刘世杰那傻逼跑哪去了？处理完现场他就没回来，你要小心点。这个家伙很阴险，我怕他会对你不利，不如你还是破费走关系。刘世杰就是想整你，也要掂量掂量。还他妈的暴龙呢！我看叫你耗子算了，一个刘世杰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是怕刘世杰，他算个屁呀！我是不想刚刚认识你这个兄弟，只上了1天班就下岗，这才像你暴龙的性格。他刘世杰算个屁，我他妈的又不想升官发财，只要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就行。这时王彤背着个小包走过来，冰冷的说道：那你也小心点。兄弟，王彤很关心你呀。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凶手抓到了。抓到了，不控不到半个小时，凶手在环城高速收费站落网，没等我们审问他就全招了。从出警到凶手落网仅3个小时，这是建国以来破获凶杀案用时最短的。我估计上面一定会给我们嘉奖的。明天你小子这个神探的名头就会传遍魔都整个警察队伍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杀人吗？情杀。你丫脑袋是怎么长的？这个都能猜得到。女人是个很可怕的动物，一旦她爱上一个男人之后，就会失去理智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走吧，下班了，我们去喝一杯。杨洛和谭龙走了出去，走到门口看见王彤站在外面，并没有离开。兄弟，王彤一定是在等你，没想到你小子刚刚来1天就把我们警花芳心给俘虏了，我就奇怪了。论身高我比你高，论长相我比你帅，论风度我比你潇洒，怎么就没有女孩子喜欢我呢？女孩子和你在一起，那就是美女与野兽。看见了吗？这叫威猛。去哪里？复旦校外有一家叫梅子的小吃店，环境相当不错，菜的味道也很好，我们经常去那里，尤其是老板娘很漂亮。我们就去那吧。说完看见谭龙往大门口走。哥们，你不会是想走着去吧？你看我像有车的人吗？那就走吧，正好让我感受一下魔都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华。两个人在街上晃晃悠悠的走着，身后突然响起汽车喇叭声。你们去哪？我们去梅子那喝酒。晚上我懒得弄吃的，一起去吧。10多分钟后，车停在了一家叫梅子的小吃部门前。王彤刚一进去，长得很文静的女孩迎了过来。王彤姐，谭大哥你们来了。晚上懒得弄吃的就到你这里来了，吃点什么？老规矩吧，还是仙菇炒白菜。谭大哥呢？随便来4个炒菜，再来2瓶小二锅头。好的，你们稍等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她就是梅子。对，叫李梅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而她母亲身体又不好，就她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小店。凭我多年粤女经验，这个女孩确实不错。如果你对她有意思，放胆去追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什么多年经验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真的没什么？真的没什么。2个猥琐的男人到一起，还能有什么好话？鸡汤来喽，快点吃吧，我都饿了。中午吃那么多还饿，简直是猪。正在吃得高兴的时候，外面传来尖叫声：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妈的，吃个饭都吃不好，去看看。杨洛和谭龙走了出来，而王彤就站在2帮人中间。是他非礼我，我同学气不过才和他们打起来的。臭婊子，谁他妈的看见我非礼你了？是你们先动手打我们的。都跟我去警局。哟，警察了不起啊！信不信老子把你扒光了？操，黄毛你他妈的刚出来几天就惹事。谭警官，原来是您老人家。既然您老人家在这，今天的事情就算了，给谭警官一个面子，我们走。走，打完人就想走，把我们警察当吃干饭的。新来的吧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是青帮的，不要说是你一个小警察，就是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堂主面子。哦，这么大来头啊？怎么怕了？怕了就和我说声对不起，我就当没发生过。青帮是吗？别说是什么狗屁青帮，就是天王老子今天我也照打。妈的，你居然敢打我们老大，兄弟们废了他！妈的，只是几个垃圾用了9秒，居然退步了这么多。还用我道歉吗？不用。过去给我道歉。对不起。我叫杨洛，是浦东刑警支队刑警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可以随时来找我报复。你也可以告诉你老大，或者是什么狗屁的堂主帮主，让他们来找我。但是替我带句话给他们，要是他们不来，我们大家会相安无事；要是他敢来找我，我会让他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。谭龙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。要是他一个人打7个也能做到，但是会很勉强，也会受伤。可杨洛这个变态不但一点伤没受，而且只用了9秒钟。打电话自己叫救护车吧。警察同志，我的学生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是正当防卫，可以走了。谢谢同志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10几名学生没想到杨洛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去，连去警局录口供都免了。毕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要是真的去警局，对他们将来也是有影响的。这时谭龙和王彤电话同时响起。
两个人接起电话对视一眼。杨洛，有紧急任务。杨洛坐上了车才问道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队长在市局让我们马上赶过去，看来事情不小。身为特种部队兵王的杨洛，却甘愿去当一个小小民警。警队执行高危绑架案，大伙高度紧绷状态下，他却选择先睡觉。我先给大家看张照片，这个小女孩叫苏依依，是瑞丰科技集团董事主席苏焕成的女儿。大家应该知道，苏焕成和他父亲对我们国家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，曾经3次接受过总理和主席的接见。就在20分钟前，不，应该是半个小时前，苏依依被绑架。下面的人都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。要是一般富豪的女儿被绑架，也许只要花点钱就可以，但是苏依依不同。瑞丰掌握着大量先进科技资料，有很多科技成果运用到了军事领域。如果绑匪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，那可非常麻烦。现在绑匪还没有露面，而我们也无从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这一次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也要把孩子完好无损地营救出来。现在一点线索没有，只能等到绑匪出现提出要求。杨洛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杨洛正低头想着事情，他没想到韩冰会问他话，难得杨洛一次一脸严肃。将队说的对，我们只有党。会场响起一阵不消的笑声，在场的人都听说了杨洛今天破案的事。听到韩冰问他，都以为会说出什么不同的意见，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韩冰没有理下面的人，继续询问杨洛：要是绑匪几天后出现，难道我们一直等？不会，最迟明天他就会出现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夜长梦多的道理谁都懂，尤其他绑架的是苏焕成的女儿，目的很明显，绝对不是为了钱。绑架不是为了钱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今天我说你是头猪，你怎么还不长记性？那你说说为了什么？要是为了钱，魔都富豪多的是，绑匪为什么偏偏绑架苏焕成的女儿？难道绑匪真的那么愚蠢？不知道绑架苏焕成女儿和绑架普通富豪冒的风险要大得多。我去苏焕成家里守着，绑匪一定会联系他。我也去。江强、魏勇，你们挑几个人一起去，其他人没有车的开局里的车回家休息。一旦有行动，10分钟必须赶到。杨洛来到外面，看见刘世杰也想上王彤的车，一把抓住他的肩膀。刘少爷，我想你这娇生惯养的，受不了熬夜的苦，还是回家去休息吧。刘世杰咬着牙瞪着杨洛，要是眼神能杀人，杨洛早就被他碎尸万段了。世杰暂时用不到那么多人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还是去吧，也许有什么突发事项能帮上忙。你为什么总是和刘世杰过不去？我看他不顺眼，你会惹上麻烦的。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是在关心我？王彤瞪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话，可他脸上的表情却写满了担心。我们2个不应该坐这辆车，为什么？你没感觉到我们2个像个灯泡吗？嫂子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陪她去逛街，等这件案子完后我就去找她。刚才那句话就当我没说。你小子笑什么？喂，对，等案子完后我也去你家拜访拜访。你小子想给我送礼，直接送到办公室就行了，不用去家里太麻烦。想得美，给你送礼，就是一盒10块钱的烟也行啊，让我享受一下做领导的感觉。你们这帮小子还真抠门。你去我家干什么？我当然是去拜访嫂子，和她汇报一下你工作的情况。汇报工作情况？是啊，我们没有案子的时候，你却打电话回家说有案子，然后和我们这些光棍去夜总会花天酒地。凭你真卑鄙。喂，对，你不用害怕，就是杨洛说嫂子也不会信。喂，你们嫂子绝对温柔贤惠，怎么可能信你小子的话？不过要是我说，嫂子一定会信。魏勇彻底无语，心里这么郁闷啊，就因为怕老婆被这帮家伙吃得死死的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杨洛。喂，对，谁都知道嫂子在家里一言堂，你就认命吧。这时车停在了西郊一栋独立别墅大门前，杨洛下了车，看着这栋别墅，还真是有钱啊。这里一共有18栋独立别墅，每一栋别墅价值都在3亿以上，可以说在全国都是最贵的。我们进去吧。局长这么晚还麻烦你们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苏总，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，我们进屋再谈吧。好，我们进去聊。杨洛微微摇了摇头，欧阳晴很精明，把话咽了下去。这样的小动作别人没有注意，走在杨洛身边的王彤却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认识？我一个小警察，人家怎么会认识我？可能是认错人了。韩局长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暂时没有，只能等待绑匪联系你们，然后才能做出行动部署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这个我明白。这样吧，我安排房间，你们去休息，我在这里等着。要是绑匪打电话来，我再叫你们。这不行，我们必须守在这里。你们等吧，我去睡了。我带他去吧。我真怀疑，像你这样的人是怎么进入警局的？对受害人家属一点都不负责任。杨洛没有理他，来到房间。欧阳晴焦急地说道：“杨洛，你一定要救救依依。”晴姐，这件事情很麻烦，对方绝对不是因为钱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问你，换成的公司是不是有什么新项目已经完成？前几天听焕成说，
什么系统已经完成了？他还说这个项目还是我公公那个时候建立的，已经17年了。龙盾系统？对，就是龙盾系统。对，他们的目的就在这。他们要救给他，先把依依救出来。你不会明白的，龙盾系统对我们国家有多重要。那怎么办？依依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杨洛身上突然迸射出一股惊天锐气，慢慢转过身，把欧阳晴搂在怀里，拍着他的后背。放心吧，晴姐，有我杨洛在，没有人能伤害依依。又占我便宜？我这是在安慰你。你休息吧，我下去了。你下去吧。杨洛躺在床上，大脑在高速运转，思考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应对办法。第二天8点多，杨洛才洗了把脸走下来，看到他们一个个眼中布满血丝，无精打采。难道你们真的一夜没睡？我们可没有你那么没心没肺。绑匪也是人，他也需要睡觉，你们这是何苦呢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白白的在这里守了一夜。难道匪徒绑完人之后会像你一样没心没肺去睡觉？你想一想，我们接到报警，再到这里已经过了3个小时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能说明什么？绑匪的心理素质很好，在和我们玩心理游戏呢，所以并不急于和我们谈判。绑匪和我们玩心理游戏，对，绑匪一定能猜到我们会在这里守着。人的大脑一旦休息不好，就会出现混乱，对有些事情就会做出错误判断。在这个时候，绑匪在给我们施压，让我们心情紧张焦虑，他们才能更好的进行下一步行动。几个人听了心里一震，尤其是韩冰更是深有感触。除了苏一，绑匪就是把全魔都富豪都绑架了，他都不会这样焦急，更不会一个晚上都在胡思乱想。因为苏一身份太特殊了，要是出了一点事情，他这个局长就会吃不了兜着走。危言耸听？不是危言耸听，一会你这头猪就知道了。估计绑匪马上就来电话了。魔都首富女儿被绑票，身为特种兵的杨洛，仅靠听录音就定位出绑匪的坐标。瑞，我是苏焕成，你找哪位？苏焕成，这一夜过得可好？你是谁？你的女儿很可爱啊！爸爸，爸爸，快点救我！你这个坏蛋，快点放开我！依依，苏先生，你的女儿现在很安全，不过以后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我一定会满足你，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。苏先生，时间到了，你马上打开你家电脑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这个家伙太狡猾了，只要再有3秒钟就能追踪得到。苏焕成打开电脑，只见电脑屏幕一亮，出现2张美女画面。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是个计算机高手。现在很流行找茬游戏，我给你们10秒时间找出2张画不同的地方，要是在10秒钟之内没有完成，我会剁到这个小丫头一只手。刘世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拿着鼠标一阵寻找，其他人也都紧张地帮着找。杨洛看着刘世杰缓慢的动作，杨洛一把就给刘世杰扔了出去，然后坐在椅子上，鼠标一阵滑动，直到杨洛停下手，众人松了口气。杨洛，老子要杀了你！伸手想抓杨洛衣领，可看到杨洛那冰冷毫无感情的眼神，不自禁打了个寒战，手停在半空中，没有一点勇气抓下去。你小子也太变态了吧！我一个都没找到呢，你就完事了。妈的，变态！老子不玩了，明天再继续。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现在怎么办？快想办法！依依很危险，这可怎么办？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杨洛。说吧，我听听你的意见。答案：绑匪还没有提出要求，依依是安全的。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他来拿他需要的东西时。你们等吧，我回去休息了。在转身的一刹那，刘世杰眼中闪过浓重的杀机。又是一个晚上悄悄来临，一辆别克商务车停在虹口区天鹅宾馆门前，2名大汉来到1801客房门前敲了敲。进来。找我们来干什么？你们在搞什么？居然还不把东西弄来！我在干什么不需要你来管，你只要准备好钱，等我把货弄到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钱不是问题，我需要的是时间。我明天就会行动，到时我会联系你，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要再找我。站在窗口那个人在身上拿出一张照片。事情完成之后把这人杀了，我会多给你们500万酬金。没有事情我先走了，记住不要再找我。第二天天刚刚亮，刘世杰就来到苏焕成家里，和杨洛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刘少爷，今天心情不错啊，捡到钱了。杨洛，昨天发生在我们之间不愉快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们是同事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没有必要道歉，以后大家都是兄弟。杨洛在刘世杰耳边轻声说道：小子不要和我玩这套，你太嫩了，老子在战场上和敌人玩心理战拼命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呢。事情说开就好，说开就好。这里除了韩冰，没有人相信刘世杰会这么大度，全都一脸怀疑地看着他。我先去下洗手间。刘世杰没有那么好说话的，这几天你要小心点。多谢老婆关心，他刘世杰还不配成我的对手啊！总之你自己小心点。7点30分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王彤戴上耳麦对着苏焕成点点头。对，苏先生，本来我还想和那些警察玩玩，不过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要龙盾系统程序代码。不可能，
苏先生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。时间到了，1个小时之后，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东西送到哪里。这个家伙对我们追踪信号需要的时间把握得很好，又是在我们快要追踪到的时候挂了电话。他们要龙盾系统源代码，我们怎么办？魏勇，通知市局指挥中心调集魔都所有警力，封锁各个出城要道，就是那些小路也不要放过，所有出城车辆人员都要登记在案，一个也不能漏了。还有通知特警队集结待命，通知我们的人马上过来。好的，把刚才的录音播放一遍。所有人都竖着耳朵仔细的听着，可等播放完了，谁也没听出什么，全都狐疑的看着他。再播一遍。听这个有什么用？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耽误时间。你他妈的给我闭嘴！一连听了10几遍，杨洛睁开眼睛说道：“你们听见什么没有？”众人一脸茫然。我听见了。听见了什么？我听见了火车经过的声音，还有鞭炮声。我和绑匪通话的时候，好像也听见了。我也听见了，但是并不清晰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这说明绑匪的位置已经找到了。在哪？给我找一份魔都地图。杨洛把地图铺在茶几上，众人也都围了上来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北郊火车站的货场。你是说绑匪就在这里？杨洛点点头。魔都有很多火车站，还有货运站，你怎么确定绑匪就在这？我要是绑匪，绝对不会离开肉票家属太远。要是太远的话，对于形势无法掌握，很容易失控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很有可能被绑匪监视，我们的行动他们也都会看得清清楚楚。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被监视。我相信你的判断力，可这也只是大概的位置，确切的位置我们还不清楚。要是贸然行动，会打草惊蛇。你们忘了还有鞭炮声呢。对，绑匪的附近一定有人结婚。听到这里，刘世杰身体不自禁一沉。马上通知我们的人，还有特警队行动。等等，我们这里已经被监视，这样出去会打草惊蛇的。我说兄弟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快点说吧，不要再卖关子了。等绑匪再打第2个电话，我们再行动。好，我这次赌一把。现在我把指挥权交给你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把电话拿出来。你不相信我？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，而是原则问题。不要说是你，就是韩局想出去也要交出电话，而且还有2个人一组，互相监视。刘世杰最后拿出电话扔在茶几上。韩龙跟着他，就是他拉屎，你也要把门打开看着。杨洛，你他妈的太过分了！我说过这是原则问题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等案子结束后可以去投诉我。我他妈的不去了！打电话通知我们的人，让他们20分钟之内赶到这里。10多分钟后，走进来几10个人。韩局是不是有线索了？我把指挥权交给了杨洛，一会行动计划听他安排。这些人一愣，不过也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，毕竟顶头上司都这么说了，他们就是不同意也没有用。正好1个小时后，电话响了起来。喂，苏先生，你现在拿着我需要的东西开车去和平公园，公园的门口有一个电话亭，你到了之后我会打电话给你。苏先生，弄个假的拿着。要是绑匪知道是假的，依依会有危险的。放心吧，没等他们拿到东西，我们已经把依依救出来了。你们全都暗中跟着苏先生，就是见到可疑人物也不要去抓，只要给我盯死他就行。到时我会联系你们一起行动。记住，抓捕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绑匪手上一定会有枪。明白。我和他们一起行动吧。不行，你必须跟着我们行动。追踪器已经安装完了，是否行动？行动。小心点，不要担心，不会有事。说完就走了出去。保护苏先生的行动指挥权我交给你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还有，不要开警车，全部开面包车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各种部队退役的杨洛在执行击杀绑架匪，反手就把同事民警手臂掰断。局长看见不但不处罚，转身就通知大伙收队。我们分头行动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好的，注意安全。大家都把手机交出来。说完，第一个把手机扔在了茶几上，紧接着王彤也拿了出来。韩冰作为局长当然支持，没有任何犹豫的交了手机。万勇他们为什么没有交？我没有必要和你解释。准备一下，检查好武器，10分钟后行动。为什么10分钟后行动？外面监视我们的人会被万勇他们引走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多等一会。你在家守着这些手机，无论哪个响了也不要接。好的，你们小心点。走吧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家伙脑袋是不是长在了裤裆，居然这么大胆子。刚准备走的谭龙就被杨洛一把拉住，趴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你给我盯紧刘世杰。”我明白了，一会行动之后不要离开我身边。靠，这丫的不要命了！你有没有点公德心？车里不许抽烟。刘世杰瞪着眼睛看着他，随时准备想动手。怎么样，不服气？他们怕你当市长的老子，我可不怕。干什么呢？像个小流氓似的，有没有一点警察形象？开车，一会行动的时候，大家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大意。绑匪手上一定有枪，这可是到了考验我们警察能力的时候了。
这件案子已经惊动了中央，市委齐书记亲自给我下达了命令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也要把苏依依营救出来。我向他做了保证，要是苏依依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不用他说，也会脱下这身衣服滚蛋回家。局长，杨洛的车开得太快，已经没影了。尽量跟上他。韩局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特警队调过来？杨洛不可能没有想到，既然他没说，可能是考虑到其他原因，到时再说吧。杨洛这个疯子，我们破面包车速都达到90了，还没有看到他的影子。杨洛抓着方向盘，见车超车，10几分钟后，刺耳的急刹车声传来，车停在了距离北郊火车站货场200米的地方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小破车被你开到了140码，你真是个疯子。时间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你要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看看绑匪到底在哪。没事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那就行。然后搂着王彤的腰向前走去，王彤脸色一红，挣扎了一下。不要动，我们扮成情侣，就是被绑匪看见也不会怀疑。王彤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也就不再挣扎，不过心里还是感觉到这小子在故意占他便宜。杨洛搂着王彤走进紧靠着货场的小区，一边走一边打量四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王彤很不适应被人搂着，身体一直紧绷。不要紧张，放松点，要是让绑匪看出破绽就麻烦了。这能看出什么破绽啊？两个人漫不经心的在小区里溜达，把小区地形摸了个一清二楚。就在他们走到最后一栋楼前的时候，王彤突然说道：杨洛，你看前面。老大爷，请问这里今天谁结婚啊？是老赵头家孙女，本来也让我去，但是年纪大了，不愿意凑那份热闹。你是哪位？我们是新娘子的朋友，没想到来晚了，这新郎也太着急了，这么早就把新娘子接走了。7点半才来还早，年轻人都爱睡懒觉，尤其是你们这些小伙子，搂着漂亮媳妇就不愿意起来。老大爷，我告诉您，这可不是我不愿意起来，是我这个老婆不让我起来。我了解，我也在年轻的时候过过，不过你们可要注意身体啊。老大爷，不聊了，我们去酒店了。快去吧。那好，我们走了。绑匪就在这栋楼里。两个人刚走出小区，对面走过来一名30多岁的青年。当杨洛和青年擦肩而过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这家伙后腰有些凸起，凭他的经验，当然知道那是什么，没有犹豫，转身一脚踹向青年后腰，在转身的一瞬间，右手寒光一闪，一把匕首出现在他手中，挑向杨洛咽喉。王彤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见青年的身体，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谁开的枪？然后拿出枪疯狂地向小区跑去。王彤终于回过神来，拿着枪紧紧跟在杨洛身后。这个时候韩冰也是脸色铁青，带着人在不远处过来。刘世杰，等回去之后看我怎么处理你。刘世杰没有说话，拿着枪低头，只是嘴角露出若有若无的冷笑。杨洛跑进小区，直奔最后面那栋楼，就看见2名青年在一栋楼里跑了出来，其中一个人肩上扛着一个小女孩，不用说，那应该就是苏一。当他们看见杨洛和王彤，脸色一红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一转身向楼后另一边跑去，转眼消失在楼角。跟着我，看他们跑动的动作，应该是退役军人，你不是他们对手。不要小看我。说完继续向前面去了，因为刚才他们已经对这个小区摸清楚了，这栋楼后面就是3米多高的围墙，绑匪只能绕到前面，在另一边小区大门跑过去。王彤刚刚到楼的转角处，2名绑匪就出现在眼前，不许动。绑匪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，一名绑匪没有任何犹豫，举起手中的枪扣动了扳机。王彤的胸口溅起一朵血花，慢慢的倒在了地上。你这个傻女人！双腿一用力，身体腾空而起，上身刚刚探出楼角就扣动了扳机。快速奔跑的身体，再加上杨洛手中90-20军用手枪强大威力，绑匪身体突然飞了起来，狠狠摔在3米远的地方。这个时候韩冰他们终于过来了，看见王彤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都傻了眼，直到杨洛伸出食指和中指压在王彤伤口上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在小区外面谁他妈开的枪？是刘世杰开的枪。杨洛身体突然跃起，身在空中，右脚狠狠扣向刘世杰的肩膀。刘世杰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，只听见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传出，紧接着肩上传来一阵剧痛，双脚不受控制突然离地而起，上身狠狠砸在地上。这个家伙就像受伤的野兽般，痛苦嚎叫一声，脸上全是血迹。你会打死他的！我他妈的就是要杀了他！刘世杰看着发狂的杨洛，突然嗅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息，那是杨洛身上散发的气息。这种气息让他感到恐惧，感觉到死亡离他是如此接近。他知道现在杨洛是真的想杀了他，绝对不会给他活着的机会。行了，闹够没有？放开我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动手。告诉我为什么开枪？那个人手上有刀，我是看你危险才开的枪。这么说，你他妈的开枪是为了救我？对，没想到你恩将仇报。你这话就是猪都不会信，你信吗？刘世杰从小娇生惯养，平时谁敢这么对他说话？更不用说差点把他打死。高干子弟那种优越感和骨子里高傲，让他忘记了恐惧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千万不要让我查出来。你开枪的目的是通知那些绑匪离开，还有你最好祈祷王彤不会有事情，不然我会把你剁了喂狗。
我们开车送王彤去医院。伤口紧靠着心脏，弹头应该就在心脏附近。要是我们乱动，一旦弹头偏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魏勇，你再打电话问问救护车，怎么还不来？魏勇刚想打电话，救护车的鸣笛声远远传来。来2个人住一台的时候，尽量把身体放平。还有我呢，你他妈在这待着吧，我们走，去医院。各种部队退役的杨洛，在听到医学博士宣布女警的死亡后，就冲进抢救室，还要打开女警胸腔，拿着心脏按压。怎么样？刚刚进去，刚说完，急救室的门轻轻打开，一名老者走了出来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都是刘世杰这个混蛋害的，都是他害的。杨洛没管老者，直接闯进急救室。你要干什么？妈的，一群庸医，东西都不要动，手术我来做。同志，请你冷静点。杨洛，王彤已经走了，不要再闹了。杨洛并没有理他们。无菌手套，手术刀。几名医生护士看着老者，快点。老者无奈的点点头。江强看不下去了，喊道：杨洛，服从命令，退出去。相信我，王彤会活过来的。我来做他的助手。老者看到这里心里一震，他终于明白了杨洛在干什么。这在医学上的术语叫做手指按压心脏复跳术。他只听说过，世界上只有2个人成功完成过这样的手术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杨洛手中的动作也没停下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心电仪突然滴的一声跳动了一下，跳了！快连接心脏复苏机。20分钟后，杨洛直起了腰，说道：老婆，我终于把你的命在杨老爷手中抢回来了。魏勇他们见到杨洛出来，全部都围了上来。怎么样？虽然他们不相信杨洛真的能把王彤救回来，但心里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医术。小伙子，我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博士生导师钱国瑞。杨洛，杨医生，现在你在哪家医院？有没有兴趣来这里？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待遇。我现在不是医生，是一名警察。杨洛没有再理他们，跟着小护士进了重症病房。在他醒来之前，一定要24小时进行监护。这个我明白。杨洛走出来，钱国瑞也回过神来。杨医生，你怎么能当警察？不如来我们医院吧，我绝对给你一个自由空间来展示你的才华。钱医生，你这话可不对了，他当警察那可是在保护人民生命。凭杨医生的医术，你知不知道他能挽救多少人生命？钱医生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拿着枪当警察更适合我。那你为什么学医呢？既然学了又不当医生，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吗？无论是医生还是警察，都不是我喜欢的职业。他的话不止让钱国瑞愣住，就连魏勇、江强他们都是一愣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职业流氓，好遍天下美女。在场的人一阵无语。我们走吧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哪天你改变主意，可以来找我，这里随时欢迎你。然后在杨洛耳边说道：我们这里可是有很多美女。钱教授，我暂时还有任务，我老婆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魏勇，给韩局打电话报个平安，王彤已经没有事情了，顺便问问那里的情况。好的，苏焕成已经安全回家了，不过跟踪的那一队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。看来主谋跑了。妈的，以后还会有麻烦。只要做好防范，区几个见不得光的垃圾，不足为虑。不过什么？刘世杰不可靠，他当时开枪绝对不是为了帮我。我想这个理由你们也不会信吧？难道他当时开枪真的如你所说，是在向绑匪示警？有90%的可能。我就怀疑呢，你并没有危险，他为什么开枪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江队，找几个机灵点的新人，这一段时间盯着他。刘世杰在警队也有1年多了，他就是不全认识，见面也是脸熟。这件事情不能耽误，我们去公安学校找几个新人。这个办法可行，但必须有韩局点头才行。打电话问问。江强拿出电话打给韩冰，韩冰听了以后没有犹豫的答应下来，因为在刘世杰开枪的时候，他也觉得有问题。你们去苏先生家里，这几天贴身保护他家人安全。我和杨洛去警校安排一下。下车后，江强突然看着杨洛，眼睛都不眨。喂，我说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对男人不感兴趣。你去我那里报道的情形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时您老人家坐在那里，那气势吓得我说话一直都小心翼翼。少打岔，你小子居然装疯卖傻耍我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对当警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既然你对当警察没有兴趣，还干什么来啊？还不是为了安慰我老娘那脆弱的心，有一份工作省得她担心。就这么简单？最主要的是，听我一哥们说，上海警察队伍有很多漂亮的警花。操，你还真猥琐。没一会，江强和杨洛就来到公安专科学校，也不知道韩局打招呼管不管用。韩局就是这里的校长。我就知道是你来，我给你选了10名优秀的学员，7名男生，3名女生。应该是7名女生，3名男生。为什么？
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杨洛仔细的看完手里的资料，说道：“这次任务会很危险，我要的人文科成绩好不好无所谓，身手必须要好，枪法要准，还有女生不需要太漂亮，要是太漂亮，她会成为焦点，很容易暴露身份。”你这个想当职业流氓的家伙，居然说不要美女，我耳朵是不是有毛病了？老姜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我是那种经受不住女人诱惑的人吗？我听说你小子一到警队就占王彤便宜，对吧？我们那是两情相悦。得了吧，还两情相悦，你那叫耍流氓。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掐了，还是快点办正事要紧。他们身手怎么样？我们学院最优秀的。好，我现在就要见他们，然后安排一下，让他们合理的离开。吴镇海刚拿起电话就放下了，我亲自去找他们吧。说完走了出去。你有什么计划？像刘世杰这样的人，一定会经常去一些夜总会之类的地方。我们把人安排进去工作，这样不但能知道他接触什么人，而且能探听到更多消息。对于我们的人身份，也是一种很好的掩饰。这和卧底没什么两样。如果刘世杰真的有问题，他们会很危险。龙盾系统啊，有多少国家派出特工要得到它，然后破解程序代码？龙盾系统到底有什么用？防空系统。刘世杰要是真的有问题，老子第一个用枪崩了他。如果刘世杰真的参与其中，他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一条大鱼。不过这不是我们职能范围之内的，只要把绑匪抓住，其他问题让上面去调查吧，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向上面汇报一下？这也是我们的猜测，还是等到事情有了结果再说吧。万一刘世杰没有问题，这次绑架只是绑匪想得到龙盾卖给某些国家也说不定。这个时候，吴镇海推开门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10名学生。人我找来了，你们谈，我还有点事情出去办一下。作为警校副校长，当然知道什么事情该知道，什么事情不该知道。吴校长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去办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的配合。杨洛看着江强，你说还是我说？这件事情韩局一定会交给你去办，还是你说吧？各种部队兵王退役的杨洛，在魔都刑警队长面前安排着警校学员暴打正式刑警。事后所长不但不处罚，还要给警校学员颁发正式警员证。我看了你们的资料，你们是这个警校的精英，我来找你们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你们去做。这个任务也许没有危险，也许危险性很大，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是一旦这个任务结束，你们毕业以后不用参加任何公务员考试，可以直接进入刑警队，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。不要急于答应我，我给你们5分钟时间考虑，5分钟之后再给我答案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不过我再提醒你们一次，这次任务也许很危险，甚至会丢掉小命。现在给我答案，同意的举手示意。好，现在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杨洛，是东浦刑警支队的刑警。这个老家伙是我们的头，魔都刑警大队大队长江强。你小子就不能在新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？什么叫老家伙？我有那么老吗？不要在意这些嘛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你们都很漂亮，我只能说尽量保证你们在执行任务中的安全，但是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师兄你放心，我们既然选择当警察，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。今天晚上你们几个离开学校去蓝光夜总会。师兄，看着你这个笑容，我怎么感觉心里毛毛的？不过我喜欢你这种笑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说，还是先说说晚上你们需要做什么。师兄，今天晚上让我们3个女孩子干什么呢？无论有什么要求，我们都可以答应哦。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还有闲心开玩笑？现在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没有问题，可当进入工作状态之后，你们可以演戏，可以发挥你们作为女人的资本，但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要到时候吃了亏，甚至丢了小命，那就划不来了。你们今天晚上把自己最好、最性感的衣服穿上，没有的去街上买。任务结束后，局里会给你报销。你们几个男生，今天晚上你们就去蓝光夜总会，我会安排人扮成小混混和你们起冲突。我想下面不用我说，你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学校会以聚众斗殴把你们开除。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旦碰到同学或者朋友，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吴校长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配合好。没有问题。那好，我和老将先回去安排，晚上开始按计划行动。安排完任务，杨洛和江城就离开了警校。我们去买衣服。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去玩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次任务是什么，但是市局既然来这里找生面孔去执行，一定很危险。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可不想去参加你们的葬礼，你们去准备准备，晚上的戏一定要演好，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什么。我也感觉到这次任务非同一般，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机会，我们也有信心完成任务。好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也得安排一下。老将，你找几个可靠的人扮成小混混，一定要抗打。既然演戏就要演好，
不能让人看出破绽。谁丫的愿意干这种活啊？愿意不愿意也得干。还有调查一下刘世杰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，除了他的家，在市里还有没有其他住处？我这就安排。你安排吧，不要忘了向局里申请10把手枪。今天晚上就把任务交代清楚，明天开始他们不能与我们有任何接触。你去哪？我去苏家看看。行动你安排吧，晚上我回来见他们。杨洛走出刑警队也没打车，晃晃悠悠在街上走着。忽然前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围着很多人。杨洛走了过去，被阴瑶还真压得有缘啊！杨洛看着议论纷纷的人们，心里一阵感叹：这世道真的变了，居然冷漠的到这种程度，没有一个人报警，就是把他扶到车里躺着也行啊！蹲下身体刚把他抱起来，人群中传来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：喂，小子，把我女朋友放下，我自己会送她回家。杨洛好像没有听到，把被阴瑶放到车里。这个时候肩膀被一只手抓住。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我女朋友是你能碰的吗？小子，把你的手拿开，然后转身滚蛋！靠，你他丫的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！一声不是人类的嚎叫声响起，一个人影飞出去3米多远，一声落在地上。杨洛这才看见这个家伙染着乱七八糟的头发，20多岁的年纪，正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哀嚎。杨洛走过去，一脚踩在那个家伙的脑袋上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你丫的滚蛋！紧接着杨洛开着车便把贝阴瑶送回了家。这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难道那天喝多了是他？贝阴瑶好像是感觉到不舒服，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看见杨洛后迷蒙的眼睛出现一丝异彩，伸出胳膊搂住杨洛的脖子，嘟嘟囔囔的说道：我这几天一直在找你，可找不到你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喝多了，房间在哪？我送你去房间。房间在2楼，你不许走。贝小姐，你要是想出气你就出，我是不会还手的。虽然你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也不需要说什么负责的话。我今天晚上虽然喝多了，但我心里明白和我叽的男人是谁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缠着你。如果你哪天想起我了，就来找我。我贝一瑶只属于你一个男人。为什么？我贝一瑶从来没把男人放在眼里过，但是你不同。当你把我在匪徒手里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个人。要不然你以为我贝一瑶是哪个男人都能碰的吗？就是喝多了也不可以。有急事就快点走吧，有急事开着我的车去吧。我叫杨洛，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们算不算是扯平了？你放心吧，我说过不缠着你就不缠着你，我可以当你一辈子的情人。杨洛刚想说话，手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快走吧。20多分钟后，杨洛把车停在了刑警总队停车场，下了车快步走进办公大楼。